嗨，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。2022年10月8号是世界安宁日。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生命末期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知道病人快要走了。这一件事情对于许多的护理人员来说，如果有生理监测，当病人血压掉的时候，血氧掉的时候，机器的警报器响的时候，不要说护理人员，连陪病的家人都知道病人的状况不对了。有一天，同事从病房回到办公室跟我说：“哥，你上回从 ICU 转上来的病人，好像快不行了耶。”我问我的同事说：“怎么说呢？”同事说了这一件事：专科护理师为某个病人刮胡子，把病人打理得非常干净，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容光焕发。我同事就很好奇地问专科护理师说：“为什么帮病人清洁整理呢？”专科护理师告诉我的同事说：“我觉得病人的时间可能差不多了，这些天就快要走了，所以我希望他能够干干净净的离开。”专师怎么会知道病人快不行了呢？同事很疑惑地问我说：“为什么专师会觉得病人快不行了呢？”我就问我的同事说：“病人上去病房有发烧有感染吗？”同事说：“好像没有耶。”我心里说实在怪怪的。我的 OS 是病况是不好啦，但是也没有差到这样吧。我看了一下户籍和最近几次的抽血报告，就跟同事说：“走，我们去病房看一下病人。”病人半坐卧在床上，我叫了他，他跟我挥挥手。我问他说：“还可以吗？”他就点点头说：“还可以。”但是他有气无力。我说：“你昨天差一点被抓走吼。”他就笑笑对我说 ：“OK 啦。”打了一个手势。我说：“要加油哦。”他嘴型也说了“加油”这2个字，并且用手比了加油。这时候护理师推治疗车进到病房里面，我随口就问了一下主护说：“那个病人昨天的尿量有多少？”主护说：“大概还有600左右吧。”我们就离开病房。我跟我的同事说：“没那么快啦，应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撑，大概1-2周吧。”结果病人什么时候走的呢？是2周后，病人走了。临终的病人尿量变少，是一个临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是一个很好观察的一个指标。通常一般正常的成人一天的排尿量大概是1000到2000 cc 左右。冬天如果出汗比较少，排尿的量就会增加；夏天出汗比较多，排尿会减少。饮食中喝水量增加，或吃利尿的食物或饮料，例如红茶、咖啡等，也会增加排尿的量。当一天尿量低于500 cc 的时候，就会进入急性肾病的问题，走向肾衰竭。而临终病人濒死前的1到2天的尿量往往是小于这个数目，有时候1天只尿1次，或2天只尿1次。
有些人会问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大致有下列这些原因：进入临终的时候，身体的肌肉、神经失去了控制的能力，身体的循环也不好，心脏越来越没有力，当然新陈代谢就会出了问题。另外一个是目前安宁临终的病人在医院，我们会建议是减少或不给予水，主要的原因是避免造成身体更大的负担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果我们身体的代谢都不是很好，还要用点滴硬是给我们大量的水，结果你猜病人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一定是大量的水分会积在身体身上，身体会浮肿。就如我想要活下去，永不放弃，安宁另一张安宁疗护擦边球的影片，如果不知道在哪，这边会有连结。在这个影片中，老医师就要求要给点滴这一件事情，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观念。不要说是老医生，有些年轻的医生，当家属这样要求的时候，也会有一些担心给或不给的问题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